穿越斗罗，我成为了唐三的亲舅舅，一株10万年的蓝银王。但蓝银皇传承在阿银一脉，我永远无法称皇，索性直接化形为人，凝聚蓝银霸王枪武魂，恰逢天降好舅舅系统，从此开始和唐昊争夺唐三抚养权，获得奖励天命之子，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获得奖励第二武魂雷劫天眼。我拳打唐昊，脚踢玉小刚，并带着唐三改修蓝银霸王枪，走出一条属于他的强攻系霸王之路。漫天暴雨笼罩圣魂村后山，唐三跪在泥地里朝天空嘶吼：“爸爸，为什么连您也否定？我明明是先天满魂力，明明我能成为魂师，可您为什么不同意我上学修炼？”唐三满心不解，最珍视的家人为什么不认可自己？一道带着冷意的声响从雨幕中传来：“因为你没有觉醒出昊天锤武魂。”唐三瞬间绷紧全身，进入戒备，手中无声袖剑已然拉满，随时准备出手。我淡淡道：“你这小玩意儿不错，如果你想伤害这世界上唯一与你血脉相连的亲人，尽管动手。”一道修长身影缓缓从雨幕走出，身高1.8米开外，容貌俊美，湖蓝色长发垂落肩头，气质高雅却暗藏杀意。唐三体内血脉不受控制产生悸动，再结合对方的话语，顿时心绪大乱，无自觉收起了无声袖剑，迟疑发问：“你是何人？”我沉声反问道：“唐三，你是不是觉醒出了蓝银草武魂？”唐三心中一惊，眼前这人身上传来的血脉亲切感，让他根本提不起敌意。你怎么会知道？傻孩子，我是你舅舅。咱们蓝银一族本源武魂皆是蓝银草。我振臂一挥，一杆3米长的蓝银霸王枪出现在手中，浓郁生命气息四散，雨中草地尽数泛起青蓝光泽。长枪催动血脉共鸣，唐三右手蓝银草不受控制挣脱而出，缠绕上我的枪尖。唐三大脑一片空白，舅舅，他实在难以相信眼前气质高贵优雅的男子会和自己这个乡下铁匠之子有血缘关系。从小到大，他连自己的妈妈都没见过，更别说什么舅舅。可蓝银草传递的血脉亲和做不了架。我上前抬手抚摸唐三的头，轻叹：“傻孩子，看你身形单薄过得这般辛苦，唐昊那混账一定是苛待你了。”温暖草木魂力涌入唐三体内，唐三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积压多年委屈瞬间彻底崩塌，扑进我怀里，放声痛哭，不停呼喊舅舅。我轻轻拍打他后背，柔声安抚，眼底浮现出专属系统面板：好舅舅系统，宿主银川，种族10万年蓝银王化形，武魂蓝银霸王枪，修为43级，古月那直属魂兽不详，持有地天逆鳞，可完全遮掩魂兽气息。主线任务与唐昊争夺唐三抚养权，完成奖励自然之子身份，兽位面与万物生灵眷顾。我本身也是穿越者，本体乃是一株10万年蓝银王，我清楚阿银一脉身负蓝银皇传承，魂兽之身苦修，此生再无登顶皇者的机会，唯有化形才能谋求一线转机。于是我褪去本体，凝聚专属蓝银霸王枪武魂，打算走出独属于自己的道路。当年利用天赋能力找到生灵之精，献给古月娜，借此获得信任，得以优先吸收天梦冰蚕，提升魂力。化形没多久，修为便达到43级，帝天赠予我他的逆鳞，帮他掩盖魂兽气息。我地位凌驾大明，2名之上，执掌星斗对外事务。生活步入正轨之际，意外激活好舅舅系统，任务要求他以舅舅身份悉心教导外甥唐三，完成任务获取奖励。首个主线便是争夺唐三抚养权，我这才记起姐姐阿银留下的孩子专程赶来圣魂村，此行不只为完成系统任务，更为惨死的姐姐和受尽委屈的小三讨个公道。唐三埋在我怀里不停哽咽，两世孤身一人，从未体会过纯粹亲情，就连酗酒唐昊都被他视作珍宝。如今遇见温柔护着自己的舅舅，心底坚固的伪装彻底碎裂，痛哭不止，直至浑身脱力昏睡过去。我轻叹一声，横抱起唐三，循着姐姐的血脉气息穿梭山林，抵达一处隐秘瀑布，望着瀑布低声自语：姐姐，当年我劝你别化形你不听，执意化形与唐昊相恋，唐昊不是个东西，现在你儿子瘦成这样，唐昊拿你献祭的魂环养酒，今日我就要带你和小三离开，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受半分委屈。迈步进入瀑布后边山洞，看着那株带着淡淡金色纹路的蓝银草，心绪万千，一切终究难逃宿命。蓝银草幼苗感知到我与唐三的气息，枝叶轻晃释放雀跃情绪，纤细藤蔓轻轻贴在昏睡的唐三身上。唐三猛地弹起身，慌张四处张望，看见我安然站在一旁才松口气，一切都不是幻觉，舅舅真的在，他有舅舅了，有家人了，娘亲舅大。他真切感受到远超唐昊的血脉相连感，突然一股更为浓烈的血脉牵绊突然涌上心头，源头正是面前这株弱小蓝银草，母子连心的感应无比清晰。我叹了口气，小三应当已经有所察觉，这株蓝银草便是你的母亲，我的亲姐姐。唐三瞳孔骤放大，满脸不敢置信，可血脉相连的感觉又清晰无比。缓步走到蓝银草旁，我明白你一时难以接受，我本体同样是蓝银草，你身上也流淌着一半蓝银血脉，我与你母亲皆是10万年魂兽化形，当年她化形与你父亲相爱，那时我还是一棵蓝银草，在你出生那年意外被人围杀陨落，但我们蓝银一族生生不息，它并未彻底消亡，化作草种重新孕育，眼前这株小草便是你新生的母亲。唐三双目瞬间赤红，难怪从小到大从未见过母亲，原来他惨遭他人杀害，短短一瞬便接受母亲和舅舅是魂兽的事实。唐三咬牙恨声发问：舅舅，是谁害死了我妈妈？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是不为人。我拍了拍他肩膀，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探查，当年带队围剿你母亲的是武魂殿前任，叫黄千寻疾，只是此人早已身死。唐三满眼猩红，那千寻疾的坟墓
墓呢？我要刨坟鞭尸，不必冲动。千寻疾尸骨无存，连坟墓都没有。我一边小心将阿银本体移栽进特制容器，一边寻找存放阿银魂骨的盒子。唐三身子一晃，岂不是说这杀母之仇他没办法报？上天为何待我如此不公？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父亲身上第9枚魂环来源于你的母亲。”唐三一时无法领会其中内情，满心沉重跟在我身后追问：“舅舅，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语气冷冽，满是怒意：“去找唐昊，为你母亲，也为你讨一份公道。当年唐昊曾向他立下誓言，定会好好藏匿守护好阿银，最后却让他落得这般下场，此行定要清算所有。”我带着唐三转身踏出瀑布，镇魂村铁匠铺，屋内早已人去楼空。唐昊跑路了。唐三瞪大双眼四处张望，他爹真的不见了。我攥紧手中蓝银霸王枪立在铺前，愤怒的咆哮声音响彻整座村落。唐昊，你给我立刻出来！我知道你没走，你肯定在暗中看着。你这个懦夫，当年你亲口向我保证，一定会好好藏匿阿银，低调安稳度日，如今却落得我姐姐献祭生死的下场。你给我出来解释清楚！暗中隐匿身形的唐昊羞愧难当，只能现身在我与唐三面前。小川，对不起，我没能护住阿银，当初没有听从你的劝告。唐昊神色满是痛苦与愧疚，当初承诺掷地有声，最后却酿成惨剧，他自知错无可辩。我积压多年怒火彻底爆发，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唐昊脸上，力道之大，把唐昊直接扇跪在地。唐昊脸上瞬间浮起红肿的掌印，满心愧疚之下，反倒任由我处置，低声道：“你尽管动手，打死我也毫无怨言，是我亏欠阿银。”唐三站在一旁，神色平静，他没有上前阻拦，因为他听明白了，害死母亲的人虽然是千寻疾，但坑死母亲的正是这个混账爹。从前他只能依靠唐昊，如今舅舅出现，是非对错一目了然。我没有停手，耳光接连落在唐昊脸上，我打的就是你。你明知蓝银一族生命力顽强，当初你只要把我姐姐送回蓝银森林，她完全有重生机会，可你却把她藏在不见天日的幽暗洞穴，连天窗都没有。如果不是我姐生命力强大，恐怕早就死了吧？你究竟安的什么心思？唐昊捂着脸低声辩解，事发太过突然，我怎么会有脸回去见你？圣魂村周边已是相对安全的藏身之处，我不愿面对过错，才选择逃避。我见状更是气恼质问道：“唐三是姐姐留在世间唯一的血脉，你就是这么对她的？我的外甥身形瘦弱，远不及同龄孩童，你怎么养的孩子？”说着，数记耳光再次落下，唐昊脑袋阵阵发懵，无言辩驳。唐三心底却一片温热，舅舅处处为自己出头，这才是真正家人的模样。我确实疏于照料唐三。唐昊低声认错。我咬牙发问：疏于照料暂且不论，小三先天满魂力，你为何执意不许他修炼？原著中唐三本该双生武魂，如今剧情偏差，唐三没有昊天锤了。若是任由唐昊阻拦修炼，后果不堪设想。唐昊长叹一声：修炼有什么用？只会重蹈我的覆辙。我只盼小三能做个普通人，安稳度日。我冷笑一声，说得冠冕堂皇。如果小三觉醒的是昊天锤，你恐怕是另一副嘴脸。既然瞧不起蓝银草，当初为什么要跟我姐在一起？既然如此，小三由我带走抚养。我也懒得跟唐昊废话，拉起唐三转头就走。唐昊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无从开口。算了，反正唐三也没有昊天锤，区蓝银草武魂就让他带走吧。只是少了一个烧水做饭的人，实在可惜。唐三紧随在我身后，没有回头看唐昊一眼，眼底带着崇敬与骄傲。能拥有气质俊美、实力强大的舅舅，是他莫大的幸运。我脚步骤然停下唐三，一把抓住唐三的手腕，魂力涌入体内，探查血脉武魂。眉头微皱，确认唐三身上仅有蓝银草单一武魂。蓝银草就是废武魂，蓝银皇也好不到哪去。银川自己都选择修炼杀伐强悍的蓝银霸王枪，当武魂蓝银草的前路实在艰难。这时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和唐昊争夺抚养权的主线任务完成，获得奖励自然之子身份。下一阶段主线任务开启，帮助唐三觉醒武魂，有2个选项：帮助唐三觉醒蓝银皇，奖励蓝银领域；帮助唐三觉醒蓝银霸王枪，奖励雄霸领域。金发狮鳌专属领域无视威压嗜血狂化，自然之子身份加持对植物系魂兽的意义非同凡响，几乎永生不死，即便生死也会化作自然古树，与大陆天地同在，受天地庇护，连雷劫都不会有。从此所有顾虑荡然无存，前途一片坦荡。我沉吟片刻，小三，不必因武魂自卑，咱们蓝银一族乃是植物王族，你的武魂从不是废武魂，只是没有展现真正的力量。我能助你2次觉醒本源武魂。唐三闻言满眼期待，舅舅，那就麻烦您帮我觉醒真正的武魂了。我伸出手召唤出自己的蓝银霸王枪，将枪杆递到唐三面前，让他亲身感受2种武魂差距。我给你2种进化方向，其一是蓝银皇，侧重治疗和生命，攻击手段较为薄弱；其二便是蓝银霸王枪，强攻霸道，杀伐凌厉，极致力量。唐三握紧长枪，感受那股凌厉的气息，牙关紧咬，沉声道：全凭舅舅做主。在唐三心里，这个舅舅远比唐昊可靠。若是当年唐昊愿意听舅舅劝告，母亲阿银根本不会陨落。我点头说，当即敲定，那就蓝银霸王枪。你身为男子蓝银皇的道路并不适合你，我修炼蓝银霸王枪多年，能亲自指导你。唐三眼眶泛红，满心感动，舅舅才是真心待他的亲人。我低声提醒自己忍着点，催动自身蓝银霸王枪本源力量，缓缓渡入唐三体内。蓝银霸王枪属于顶级器，武魂单纯爆发，虽略逊昊天锤，可综合杀伤力丝毫不弱。倘若昊天锤没有大须弥锤炸环加持，未必能胜过这杆长枪。唐三掌心浮现一株细小蓝银草，在我引导下开始变大变长，逐渐凝成一杆小1号的蓝银霸王枪。唐三一把握住蓝银霸王枪，心潮澎湃，这就是我的新武魂蓝银霸王枪。比起小草苗，这柄强攻长枪才配得上它。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帮助唐三觉醒蓝银霸王枪完成，获得奖励雄霸领域。下一阶段主线任务开启，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奖励第2武魂雷劫天眼。我心情大好，
舅舅赠予自己全新武魂，等于给了他一次新生。唐三双膝重重跪地，对着我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舅父，我故作不解询问舅父的称呼是何用语。唐三热泪盈眶开口：舅舅，您虽是我舅，但我对您像对父亲一样尊敬。唐昊虽生我，却从未尽到养育保护之责，是您赐予我新生，以后唐三只有舅父，唐昊再与我无关。我笑了笑，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起来吧，以后跟舅舅一起练枪。唐三重重点了点头，是舅舅，我一定会好好练枪。他现在满心满眼只剩我这个舅舅。唐三小声问道：舅舅，我们现在去哪？我轻声回应道：先为你获取第一魂环，之后回家安置你母亲。我的话让唐三鼻尖发酸，圣魂村那间破败铁匠铺从来算不上家，有舅舅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边走边向他讲解：小三，记住蓝银霸王枪，走的是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霸王之道。话落我脚下，4道魂环缓缓升腾而起，煌煌紫紫。我是10万年魂兽转世，所有魂环皆由自身凝聚，魂技威力极强。第一魂技蓝银鼎力，增强全属性100%，力量300%。第二魂技草木皆兵，召唤12个比自己低5级的蓝银枪兵协同作战。第三魂技披坚执锐，增强自己和枪兵攻击防御100%。第四魂技蓝银霸王怒，精神冲击削弱敌方3成攻击，清除自身负面状态。这套技能搭配足以支撑我越级对战。我打算让你的蓝银霸王枪复刻这套魂技。唐三眼睛发亮说：都听舅舅的。我寻来一株450年蓝银草，准备以此为唐三附加第一魂环，解锁蓝银鼎力。唐三盘腿坐下开始吸收，但很快他的脸色开始涨红，额头上青筋暴起，呼吸变得急促沉重。我守在旁边，眉头越皱越紧。450年蓝银草，超这点年限不应该出问题。唐三有玄天功，又觉醒了蓝银霸王枪武魂，怎么会这么狼狈？唐三的意识深处突然闯入一片漆黑空间，面前是一条被18道封印五花大绑的金色巨龙，下意识不停呼喊舅舅，但四周空无一人。金色巨龙身上的第1道封印开始松动，丝丝金色光芒溢散出来，重如万钧，又质如烙铁。剧痛瞬间淹没唐三的意识，他在黑暗中发出凄厉惨叫。外界我见唐三满脸紫红，浑身剧烈颤抖，攥紧蓝银霸王枪，死死盯着唐三，心中翻涌着不祥的预感。我伸手贴上唐三额头，只觉滚烫灼人。唐三浑身像煮熟的大虾蜷缩在我怀里，皮肤表面隐隐裂开细密的纹路，性命危在旦夕。唐三，撑住，快醒醒！我不断呼唤。唐三在剧痛中听到舅舅的声音，硬生生从精神之海冲出来，喷出一大口鲜血，睁开眼睛时满身冷汗。我满是焦急问道：小三，你怎么了？快跟舅舅说。唐三气息微弱的诉道：舅舅，有一条金色巨龙在我体内，身上有18道封印，但是第1道已经破碎了，能量太过狂暴。我心里咯噔一下，金龙王，这是什么情况？唐三体内怎么会有金龙王？难怪唐三没有觉醒昊天锤，原来跟唐武林一样，体内有金龙王本源寄宿。我看过龙王传说，清楚化解第1道封印所需材料：100年冰晶果、100年赤炎果，再加10滴100年龙类魂兽血液。翻遍储物魂导器，找到了前2味药材，只差龙血。我把唐三背起，猛地冲入森林搜寻龙类魂兽。不多时，我寻到一头100年猪牙龙，蓝银霸王枪一击将其击杀，快速收集龙血，龙血混合2株天才地宝，捏开唐三下巴尽数喂下。做完这一切，我松了口气，这才有时间思考金龙王血脉一事，这到底啥情况？剧情偏移严重，唐三怎么是唐武故母版？原著也不这么写啊。好在他根基雄厚，搭配药材，足以扛过第1道封印冲击了。这时，冷热2股力量在唐三体内炸开，唐三下意识盘坐运转玄天功，面色赤红，双白交替，嘴里不停念叨着舅舅。我静静守在一旁，暗自感慨，失去昊天锤换来金龙王血脉也算因祸得福，只是唐三要承受不少苦楚，自己为他打造霸王枪武魂，叠加金龙王本源，未来前途无可限量。而他自身坐拥雄霸领域，自然之子身份，同样收获颇丰。2天2夜过去，唐三终于缓缓苏醒。舅舅，我没事了，您看。唐三抬起右臂，手臂粗壮一圈，指尖弹出锋利如匕首的黄金龙爪，在日光下泛着金光。他脚下100年黄环亮起，第1魂技蓝银鼎力也成了，只是增幅不及我的。我抬手揉他头顶，由衷为他坚韧意志骄傲。一句认可让唐三激动的浑身发颤。舅舅认可他了，唐昊从没给过的东西舅舅给了。我笑了笑，此行顺利的话，你还能和你母亲说上几句话。我收拾行囊，准备前往蓝银森林安置阿银，之后再动身前往诺丁学院，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换取雷劫天眼。唐三闻言满心期待，途经一座小镇，落脚休整。我看着唐三满身缝补洗得发白的衣服，眉头紧锁。唐昊可真狠心啊，唐三没饿死都算福大命大了。我拉他去前往成衣店买了身衣服，唐三换上新衣，身姿挺拔，蓝发俊朗，如同缩小版的我。我点了点头，很是满意。走吧，唐三。一路风餐露宿1周，2人抵达蓝银森林。唐三沉醉感知周遭气息，心底不由生出熟悉的亲切感。这里就是家的感觉吗？在这里修炼玄天功都事半功倍，对比圣魂村清贫艰苦的日子，此处宛若天地之别，畅快无比。我走到一株长着人脸纹路的蓝色巨树跟前，霸王，您回来了。巨树突然口吐人言，吓了唐三一跳。我点了点头，吩咐道：备好仪式，祝我姐姐意识复苏。蓝银王语气恭敬：霸王，您带帝后和太子回来了吗？相较于阿银，我在整片蓝银
银草族群中的威望更盛，是蓝银森林的守护者。当年9万年修为的我，便能与魂斗罗阶段的唐昊打成平手。蓝银霸王枪被他运用至极致，转世为人后，他觉醒蓝银霸王枪武魂，10万年魂兽本源尽数融入武魂，自宁的魂技皆是顶尖。霸王之道潜力无穷，又得古月娜赏识，稳居星斗主事之位。蓝银王对他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仪式开始，我将阿银轻轻放在地面，蓝色光芒汇成海洋涌向阿银。短短片刻，阿银长成3米高的巨草。微弱的精神意念连上唐三，孩子苦了你了。唐三跪地嚎啕大哭，欣喜若狂。阿银用枝叶轻轻环绕安抚他。唐三宣泄完所有情绪，在枝叶包裹下沉沉睡去。阿银的意念转向我，小川，多谢你，他还好吗？我知道他问的是唐昊，心底怒火翻涌。姐，你安心沉睡休养，唐三有我照看，不用担心。别提唐昊那个混蛋。阿银一声长叹，沉默不语。他对唐昊确实也有点失望。小川，你心思通透，有主见，唐三托付给你，我放心。我魂力消耗过重，要沉睡一段时间了。话音落下，阿银的意识缓缓沉寂下去。我则暗自盘算后续安排。原本想把阿银搬到生命之湖，生命之湖能加速阿银恢复，还能获取古月娜更多信任。可必是阿银会沦为牵制自己的人质，都有系统了，还跟银龙王混个锤子，计划要变一变了。魂兽那边没前途，唐三体内还藏着金龙王本源，他得为这个家多考虑考虑了。算了，还是废物利用，让唐昊来守着姐姐吧。虽然他极度厌烦唐昊，但是对方也是眼下最合适的人选。唐三猛然从睡梦中惊醒，急切呼唤母亲，却没得到回应，瞬间慌了神。唐三不知所措地看向我，不用紧张，你母亲只是魂力耗尽，陷入沉眠，她留在此地十分安全，我们该动身离开了。等下次回来，她的状态会好转许多，到时候再好好续话。我早已收拾妥当，无意在蓝银森林久留。唐三长长吐出一口气，平复心绪，眼神变得坚定果决。他跪在阿银身前，重重磕下3个响头。母亲，好男儿志在四方，我随舅舅外出历练，待功成名就之日，再回来与您相伴尽孝。他心中虽不舍，却也知道他们一家身份特殊，唯有不断变强，才能安稳立足世间。等唐三和阿银告别完毕，就生2人再次踏上旅途。